英国作家罗伯森在1898年写了一本叫《徒劳无功》的小说，书中描述了一艘名叫泰坦号的豪华巨轮在驶向美国的途中撞上冰山，最终沉入海底。谁能想到这个故事在14年后竟然成为了现实？1912年因为撞击冰山而沉没的泰坦尼克号，不只是名字和小说相似，包括线路、时间、乘客人数、遇难原因都几乎是相同的，而且两船出事后都是因为救生艇不够导致伤亡惨重。1958年，英国根据回忆录《此夜永难忘》将这一历史事件改编成了电影《滨海沉船》，当中的很多情节被卡梅隆借鉴到了1997年的《泰坦尼克号》中。可以说97版的成功滨海沉船至少有1/3的功劳。这部电影没有主人公，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戏，就是用一种冷静真实的手法告诉观众泰坦尼克号的沉没过程和细节，以及在这次灾难下的芸芸众生。故事讲述了1912年4月10号，被称为世界工业史奇迹的泰坦尼克号从英国出发前往美国，船上载有当时西方各界的贵族名流，加上其他乘客和船员，共计有2200多人。这艘游轮不仅仅是体积大，而且非常豪华，就连卫生间都配备了高级玫瑰香皂。另外，这艘船有着当时最先进的水密舱设计，可以在一部分被破坏的情况下继续漂浮，所以大家都赞誉这艘船是永不沉没。泰坦尼克号起航不久后，就收到了其他船只发来的冰山警告。起初，船长让瞭望员仔细观察，可是没有带上望远镜的瞭望员只能用肉眼观测。在14号夜晚11点40分的时候，瞭望员突然在不远处发现冰山，于是迅速敲响警钟，并且向大副报告。接到电话的大副立马下令减速左满舵，停船倒车，关闭水密门。可因为距离太近，船体和冰山擦身而过，导致脆弱的侧面被撕开一条裂缝。事后证明大副的命令是错误的，但是最好的选择是减速的同时用坚固的船头去撞击冰山。但是船上的乘客或多或少感受到了撞击，但是都以为不严重，仍然像往常一样抽烟打牌聊天。三等舱的乘客还到甲板上相互踢冰块玩耍。实际上海水已经开始涌入底舱的部分锅炉房。经验丰富的史密斯船长知道后，保持着一贯的冷静，有条不紊地指挥着人员进行补救措施，同时派总设计师安德鲁去检查总体的受损情况。安德鲁前往底舱后，发现船体被冰山撕开了一条长达90米的裂缝，海水已经涌进了5个水密舱。按照泰坦尼克号的设计，16个水密舱中哪怕进水4个也可以继续保持漂浮，但是如今却进水5个，船头海水的重量会像一只死亡之手，慢慢地把整艘船往水里拖。以他的判断，船在1个半小时后就会完全下沉。这种必然性就像数学公式一样单纯而简洁，没有任何挽救措施。史密斯船长一直认为现代工业设计的水密门等技术已经能完全避免船只沉没，但是神秘的大自然却轻而易举地推翻了这一切。随后，史密斯船长一边命令船员放下救生艇，一边发信号向附近的船只求救。但是大西洋上的很多船只都收到了求救的电报，并加速向这里赶来。然而，离泰坦尼克号最近的就是加利福尼亚号，仅仅只有18海里。早在11点的时候，电报员曾试图打断泰坦尼克号的通讯，向其通报冰山的情况，但是泰坦尼克号正忙着给众多的有钱人发电报，根本不理睬他们，甚至还让他们别打岔。于是电报员就关闭电台睡觉去了，这就导致加利福尼亚号完全收不到泰坦尼克号的求救电报。就连之后看见泰坦尼克号发射的求救火箭时，船长也认为那只是他们公司的内部信号。就这样，泰坦尼克号错过了最近船只来救援的机会。因为救生艇只容纳得下1半的乘客，所以船员就让上等舱的妇女和小孩先上船，其他人往后。说白了就是有钱人先跑。这个时候，乘客们渐渐觉察到了事态的严重，于是都纷纷往甲板集合。不过头等舱的一些贵族妇女却嫌弃救生衣不时髦，也无法容忍坐在拥挤的救生艇中。随着海水灌入底舱，船体开始下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涌上甲板，事态逐步失控。面对生死抉择，梅西百货的创始人施特劳斯的妻子拒绝离开，选择和相濡以沫几10年的丈夫生死与共。来自丹佛市的伊文斯夫人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一个带孩子的母亲。富翁古根海姆则穿上晚礼服，希望能像一个绅士死去。他不希望这条船上有任何一个女士，因为他抢占了救生艇的位置而剩在甲板上。3等舱里没有那么多人能展示绅士风度和骑士风范，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大部分人都被船员用拉门锁住，截断了前往救生艇甲板的路。
从上船的那一刻到遇难的这一刻，穷人这2个字都是他们抹不掉的标志。很多妇女和孩子在男士的帮助下上了救生艇，船长和船员都在全力保障着救生工作能尽量有秩序地展开，哪怕就是发求救信号的电报员都一直坚持到断点才离开岗位。而百兴公司的主席伊斯梅则抛下他的乘客、他的船员，早早地混入了救生艇中。人性的善与恶在这里被揭露无遗。到1点40分，随着最后一艘折叠救生艇被放到海面，泰坦尼克号瞬间笼罩在了一种诡异的冷静之中，兴奋和混乱都在此时被终结。只有船上的乐队继续保持着演奏，用音乐安抚着这些注定要在几十分钟后死去的人们。随着船头逐渐被海水淹没，船尾离开水面翘了起来，剩余的乘客拼命涌向船尾，想尽办法逃生。总设计师安德鲁却静静地看着钟表，他只想和他亲手设计的船一起沉没。凌晨2点17分，海水冲破了一道又一道的水密门，涌入了中央电力控制室。引发短路后，整艘船的灯光在瞬间熄灭了。之后下降的船头在几分钟内拖着整艘船一起沉入了海中。许多乘客虽然逃离了船身，但是却在沉船时一起被吸进了海里，或者被冰冷的海水给冻死。无论你曾经是住在上等舱还是3等舱，无论你是什么阶级，在这一刻都将殊途同归，都是芸芸众生。救生艇上的人们简直无法相信眼前惨状的一幕，这些女士只能眼睁睁看着她们的丈夫被活活淹死。百兴公司的主席伊斯梅却只顾着弯腰划桨，根本不敢直视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凌晨4点，卡帕西亚号最先赶到了事发地，救援工作一直持续到了早上8点。最终，泰坦尼克号上的2200多名乘客和船员只有700多人生还。泰坦尼克号作为人类当时最大的工业成就，却在首次航行就沉入了大海，这对人类来说是巨大的打击，同时也将人们从梦中唤醒，不敢再狂妄自大。从此，所有经过大西洋的游轮都会严肃地对待冰山报告，或绕行，或减速。海上的冰山再也不会没人监管。泰坦尼克号沉没后，美国和英国成立了国际浮冰巡逻队，专门负责把航线上的冰山拖走，保证船只的安全。每一艘轮船的电台自此都是24小时执勤，但电报员下班睡觉的时候，不会再让整个世界陷入一片混乱。这也是最后一次游轮未配备足够的救生艇就贸然出海，再也没有人会相信真的有不沉之船。自此，人们对大自然有了敬畏之心，也有了更为科学理性的认知。相信大家看完这部电影后，会发现有很多镜头和情节被卡梅隆借鉴到了97版的《泰坦尼克号》中，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这是抄袭。关于这个问题，建议大家可以看看我讲过的《泰坦尼克号》拍摄过程，就知道卡梅隆的创新和艺术水准。其实如果追本溯源，这2部电影的很多情节都是来自《此夜影难忘》这本回忆录，所以谈不上谁抄谁，最多也就是借鉴。2个版本取舍的东西不同，风格不同，只要你能把一件事做出来，自己的创意做到极致，那么你就是经典，就是了不起的。所以这2个版本孰优孰劣，我认为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没必要因为你爱吃萝卜就是青菜不好。这期的评述就到这里，因为电影中出现的人物太多，很多东西都不能讲到，特别是电影中关于不同阶级面对灾难的反应。我的评述只是抛砖引玉的作用，更多的精彩还请大家自己去看。